嘿，今天玩玩具了吗？超合金魂产线第一款的钢弹哦，它是钢弹也不是钢弹，但确实是钢弹。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超合金魂 GX113钢弹 Triumph 3，登场于作品《钢弹创斗者 Tri》，这是一个靠着模型打架来卖更多模型的动画系列哦。但是本款并不是作品的主角机，而是与主角方对战的对手之一。不过因为本款的原设定机体 Double Zeta 本身就是3台飞机合体而成，与常见的勇者系列的合体概念相当契合，加上原作中到处充满魄力与勇者风味的作画还有招式，使得这台机体的人气并不亚于主角方哦。而这款最早的概念是来自于2011年的卡牌游戏，由大和原邦男老师所设计的钢弹木头 Live Zeta。天空 Triumph 老鹰外形的空战专用机，合体形态的下半身。原本 Double Zeta 的下半身会跟核心战机合成独立的一台战机，但是本款去除了核心战机以及人形的喷射背包部分另外外形也变成了一只老鹰。3机里面最重的部分毕竟是合体后的下半身构成嘛，所以那个合金含量最多也是合情合理的。脚就是这么大一只，所以整只老鹰的比例会有点怪，也是无可厚非。另外翅膀是独立的特效零件哦，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大片一点啦。超大的鹰爪当然是可动啦，老鹰脖子不能动可以理解，但是觉得可惜。脸蛮帅的，而且嘴巴可以开到脱臼哦，口腔内也有细节刻画。大海 Triumph 轰鱼外形的海战专用机，合体形态的上半身。原本 Double Zeta 的上半身会与双管来福枪合成独立的一台战机，但本款去除了肩膀还有双管来福枪，另外外形也变了一条轰鱼。不过这条轰鱼除了在海里游很快之外，也可以飞行哦。合体后的上半身构成太重，会让合体后的整体配重失衡，所以会比上一只轻。原本 Double Zeta 的核心战机则变成了轰鱼的身体还有头部，当然也就不能再另外分离啦。本款对外形有做相当大程度的调整哦，两侧的装甲除了放大不少之外，也因为要增加外形的锐利度啦，所以左右两侧装甲的角度也比较向前延伸。但那个尾巴不能像原作里面摆呀摆的。陆地 Triumph 狮子外形的陆战专用机，合体之后的头部、胸部还有背包。狮子跟勇者系列的渊源深厚要弄成这种勇者风格，当然就一定要有一只狮子至少也得要有个狮子头嘛。何况本款不只是一只完整的狮子哦，背上还有4管炮。合体之后的头、胸部还有背包，对照原设定不难发现，本款的狮子帅蛮多的。原版的狮子有一点大一版，四肢皆有一定程度的可动性，根部都是球形关节，所以那个角度会比较灵活。另外脚掌都有一些的接地性哦，还有狮头跟狮爪都是电镀金色。背上的炮可以调整位置，炮身也能够左右的调整。合体当然是本款的重头戏啦，老鹰头还有翅膀特效都要先拆掉，位移平放，鹰爪全部收纳，两脚摆直之后180度转向，大腿回正，还有裙甲调整好，脚掌向前，然后整个小腿往下拉，依照转轴把整个小腿给转向，小腿左右打开，脚掌向下延伸，脚掌转180度之后，把小腿左右两侧给盖回去。盖回去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扣点，正常哦。接着脚掌往上摆正，后脚跟翻出来，整个小腿往上收，2个扣点扣好，最后爪子张开，下半身就完成了。再来，轰鱼的尾巴先拆掉，肩膀装甲突出物转正之后，把整个肩膀装甲往下调整位置，手臂打开。把拳头翻出来，推进器收进去，内侧外盖盖回去，外盖向上之后，与上方红色的零件对齐，往内收，然后机翼打开变成盾牌，腹部打开，与头部一同向下收纳，上半身就完成了。狮子先把尾巴收起来。4只脚都往后翻折收起来，前脚的外侧装甲转向摆好，整个前脚向后转，后脚则向前转，两边会有没有固定点的扣点哦，对上就好了。然后背上的炮往后拉一点，让出位置，
脖子下方的零件挑开扣点，小心的将整个头胸区块往外拉，整个延伸之后，脖子的底座向外拉，然后把底座整个往上推。这边的空间有一点紧啊，建议用2手推哦。途中也要小心头部的角饰不要毁损到啊。最后把炮往后摆好。上下半身就简单的结合就好，从身体内侧把接点给往外推出来，就可以跟背包结合了。然后把头胸往前压，两侧的扣点扣好就完成啦。最强机动钢弹 Tryon 3，3机合体的勇者系钢弹。虽然这台原本架构的 Double Zeta 就是3机合体啦。原作中，因为对战是采3人一组，所以 Tryon 3的概念就是把原本 Double Zeta 分离的3机单独战力提升到最大，进而增加合体后的单体破格作战能力哦。超合金魂产线首次出现的钢弹，高度来到了21公分左右。本款的合金含量在合体之后的重手感相当明显哦，大概就是这么重，相当的不错。对照原设定，虽然超合金魂本身并没有一定要怎样的外形风格，但一直以来都比较偏向原作的感觉。而本款完全像是走错棚啊，那个身形的调整、强化的轮廓、爆亮的细节，即便换成动画中的样貌，还是明显感觉得出来本款魔改的程度有多高。整体的配色也更加的深沉哦，好帅啊！ Double Zeta 原本的脸就比较偏和善啊，本款只是强化了标志性的头炮的存在感之余，对脸部有做程度上的修正，配合大型化的角饰，勇者感的氛围也更加的强烈哦。只是那个角饰后面偷焦啊。肩膀装甲的形状，手臂的外形角度，还有盾牌的外形，锐利化的裙甲，还有提升丰富度的双腿。 修改程度之大，也难怪有人说本款更像是 Metal Build 产线的风格哦。只是帅归帅啦，本款并不是全机涂装，红色明显就是塑胶成型色，深蓝色虽然颜色够深，但其实也是塑胶成型色。灰白色的部分不多，所以它有涂装哦。金色的发色很漂亮，却不是每个黄色的部分都有涂装，更不用说电镀只有狮子头跟合体之后看不太到的爪子。 所以外形上虽然是真的很帅啦，但整体涂装风格呈现却也是很般带哦。头颈不是分件，不过脖子比较像是变形机构，所以虽然能往前，但那个帮助不大，还是多靠头颈部连接的球形关节哦。比较意外，身体竟然还是维持了3节式啊。腰部关节虽然是合体关节，却有水平转动的功能哦，虽然那个范围不大啦。 上胸关节则有提供向前弯曲的关节，但就只有向前的单一方向。不过对 Double Zeta 这种重装机体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的啦。手臂转动无碍，根部有向前外拉的关节，但是合体形态会被电镀的狮子鬃毛给妨碍，把玩的时候要小心哦。另外根部还有一段水平抬举的关节，肩膀装甲是独立分件，前后都可以翻开。 水平抬举幅度直接超过90度，很多，很不错。上臂可以转动，下臂也可以独立转动，手臂弯曲的范围也没话说。除了参与变形用的手收之外，有附属4种尺寸比较大的替换手收。前裙甲可以翻开，侧裙甲是接在大腿上的，髋关节有做延展设计。 所以大腿抬举范围可以轻易的超过90度，但是那个关节很紧哦。水平抬举就受限于侧裙甲啦，幅度仅止堪用。大腿是变形关节，所以可以转动。膝盖弯曲幅度超过90度。小腿两侧在合体形态是没有固定点的，所以不会对脚掌可动有妨碍。脚掌整体范围算是普通，但是那个接地性算是不错。 头上的角饰可以拆下来当成武器斩裂回旋镖，但是原本的角饰要当成武器还是太小了啦，所以本款有附属完全不合理大尺寸的回旋镖哦。当然那个大的是不能装头上啦。另外翻到背面，哇，这个偷胶真的是万代。背上的双重加农炮可以翻到前面来，炮身上还有各有一管原本 Double Zeta 的光束刀柄。
原本 Double Zeta 的光束刀柄装在背包上时可以当光束炮来用，但是 Triumph 3能不能当炮射，原作并没有说明。不过光束刀柄本身就是真的光束刀柄啦，所以可以拆下来手持，并且也有附属2根很粗大的光束刀特效。毕竟 Double Zeta 这2把本来就是大出力的光束刀嘛。原作中从狮子眼睛会喷出魔冠光沙炮，但本款当然请你发挥想象力。勇者超级系有飞拳系武装也是合情合理的。本款可以重现飞拳飞出去哦，透过你手动的方式。飞出去之前，记得先把盾牌给转向。本款有附属2个特效键可以互动哦。小腿胫骨的那2组鹰爪可以使出鹰爪侧踢，而且本来就是变形机构之一啦，那当然就是可以重现啦。Double Zeta 的标志性武装还没嘎嘎弄，在原作中也是大喷特喷啊，但本款并没有特效键可以喷，请使用想象力来喷。最强武装超跑剑 Hyper Minovsky， 这把剑是从狮子的嘴巴里面拔出来的。本款有附属重建场景的特效键哦，还有场景专用的剑柄。剑柄跟特效键结合之后，装在狮子嘴巴里面就完成了。剑本体的部分要先拿出老鹰头还有红鱼尾巴，接在一起之后再把老鹰嘴巴给打开，接上附属的超跑剑剑刃特效，2把光束刀刀柄接在2侧，最后把2侧翅膀特效键装上去就完成啦。整把剑是又粗又大，长度直接来到了45公分，重量也是有点可观啦。以本款的关节强度要握持可能不够稳定，最好要配合支架哦。本款有原创一个新的形态，可以把老鹰头与翅膀特效键，还有红鱼的尾巴都装在背包上哦。借由那2块翅膀，外形看起来确实是有提升不少气势啦。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翅膀真的可以再大一点哦。最后是地台支架啦，这次支架在3机分离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展示哦。2边角的地台可以视情况来拆除，另外也有附属名牌，字是电镀涂装哦。相当出乎意料的商品，不是这台机体商品化意外啦，毕竟那个 HG 组装模型已经出过啦，而是竟然选在超合金魂这个产线上商品化，感到意外。这台玩梗玩很大的 Double Zeta 变体确实是话题性相当十足。本款在整体表现上算是可圈可点哦，虽然有人会比较建议没有全机涂装啦，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比较有意见的是电镀只用在狮子头，不如你整体金色都涂装一致。而卖点之一的完整3机变形合体结构，虽然是以原本 Double Zeta 为基础，不过完成度相当的高，而且在有变形合体机构下，还能够维持整体不错的可动范围。各项武装的重现度也很不错，只是特效键附属的程度也是万代标准啊。当然，在合金含量上，本款这次给的量可以给过，完全没有问题。总之，本款我觉得相当不错，很棒啊，我并没有后悔收。而小改模的异色版也已经展出试作品啦，那个黑金配色确实是有吸引人啦。不过，真的有意思的部分是这个模具的身形细节风格，直接改回 Double Zeta 出在 Metal Build 的产线也完全没有问题。况且现在 Metal Build 也往可变机体方向走了，万代你是不是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